深夜的修道院安靜到我能聽見蠟燭快要熄滅的聲音。我面前擺了2張紙，左邊畫着阿茲提克人最血腥、最殘忍的祭祀，右邊卻是他們最細緻、最壯麗的星象詩歌。我盯着2張紙中間的空隙，出神了很久。我每天都忍不住問上帝：主啊，在這一片遠離你的、被稱為被魔鬼肆虐的土地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美得令人困惑？我甚至不敢說那是信仰，但是這些真的難道只是魔鬼用來誘惑無知的人們模仿您的拙劣的影子嗎？我始終還沒有參透您的用意，但我心裡有一個信念，卻隨着時間越來越堅定，我絕對不能讓這些東西消失。瘟疫又帶走了半數的人，老人們一個接一個倒下，一個古老的世界正在快速消逝。我一個人到底來得及留下多少？但是能留多少就是多少。書房快要被黑暗吞噬了，這種孤寂感有時候快要把我淹沒。但是我知道，只有繼續記錄下去，這是唯一能讓這個古老的世界不被淹沒的方法。傻棍，你又把蠟燭跟紙用光了，你到底在幹什麼？你趕快把這些收起來，這些被上面的看到，我們會惹上大麻煩。以上是500年前的墨西哥修道士撒棍的心聲。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這位執着的傻子，他在整個阿茲提克世界因為瘟疫還有血腥暴政迅速消失的時候，他冒着被教會驅逐甚至被審判為異教的生命危險，他花了60年的時間，請原住民巨細靡遺的用圖畫記下所有不管是美麗或是荒謬的他們文明的細節。他無論在心理或是物質資源都是極端的孤立無援，而且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因為上級的一次命令或是動亂就被燒成灰燼。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到底是怎麼跟教會或是上帝解釋自己在幹什麼？或是最神秘也最爭議的，他內心深處最私密、溫熱、深刻、不可言說的感動到底是什麼？他留下的幾千幅來自古老世界的畫作抄本，在他死後隨即隱沒在梵蒂岡秘密檔案還有美第奇家族圖書館的深處，直到300年後才被重新發現，然後在19世紀初才被重新出版。在2015年，撒棍的手稿被列為世界人類遺產。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古墨西哥考古、人類學甚至哲學文學家每一篇著作幾乎都无可避免的會引用到撒棍的文字，每一個學者提到他的時候都非常激動，那已經不只是尊敬了，更像是面對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雖然撒棍是個凡人，他所記錄的古文明也都是凡人的軌跡，而支持他完成這一切的人們也都是凡人。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呢？他是怎麼讓原住民願意告訴他這些最神聖的秘密？面對這些當時被教會認為是低等惡魔的詭計，應該被刪除的人類污點，他每天是怎麼跟上帝對話？所有簡單的答案都會削弱這個美麗的謎。但是今天我們來試着接近、凝視這個人類歷史上最美麗的篇章之一，這些留存至今的人類文明的美麗碎片，仍然能讓我們深深感受到撒棍的狂熱、謙卑還有真心。也許這一切並不是突然發生的。1499年，撒棍出生於西班牙北部里昂的小村，而在他出生前不久，1492年，西班牙剛征服了格蘭納達最後一座堡壘。同一年，西班牙王室也贊助哥倫布率領3艘帆船出發新大陸。同一年，有一位教授寫出了第一本拉丁語之外的歐洲語言卡斯提亞語的文法著作。總之，許多事情正在發生。撒棍的家鄉雖然是一個小村，但是充滿文化。那裡修道院的修士寫了一本亞里斯多德思想的書，人文主義正開始萌芽。而這個小村正好位於 El Camino de Santiago
朝聖路線上面，來自歐洲各地的朝聖旅人會在村裡歇腳。這裡的教堂也同時擁有羅馬還有伊斯蘭教的風格。薩貢的原生家庭應該不特別有錢，但也不特別窮，畢竟他還能被送進薩拉曼卡大學受高等教育。曾有一位薩貢的方濟會修士朋友，在他的印第安傳道史中寫道，薩貢長得很帥，所以修士們總是把他藏起來，不給女人看到，免得他們來騷擾他。薩貢的母校薩拉曼卡大學是當時文藝復興思想的重鎮，有很多好老師。薩貢就在此學習許多語言、詩歌、星象、法律、希臘羅馬史。想必他當時一定很勤奮好學，沒有白費父母的苦心。怎麼會知道他很認真讀書呢？因為他接下來在墨西哥做的事，全都用上了這些學來的深厚底子。完成大學學業以後，薩貢進入方濟會，成為了修士。1528年，29歲的薩貢跟其他19個修士一起搭乘大帆船出發新世界。同一艘船上正好有一群阿茲提克皇室球員正要回家，他們是之前被 Cortés 從阿茲提克帝國運去西班牙見卡洛斯5世國王表演怎麼踢球。在同一條船上，一群語言不通、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如果沒有暈船的話，想必是在船上共度了一段用肢體語言溝通的美好時光。這就是薩貢與納瓦人，也就是阿茲提克人的第一次接觸。帆船抵達 Veracruz， 他們直接前進墨西哥城。當時修士們都嚇壞了，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城市？這根本就像是羅馬，或是跟我們的首都塞維亞一樣。安頓好以後，上級的神父就跟這一群年輕修士說，你們必須走出去學習納瓦語，也就是阿茲提克語。於是薩貢出發到許多外地的城市傳教，並很快的講了一口流利的納瓦語。例如現在首區米口，當時還有薩貢建的修道院，門上還留着薩貢用納瓦語刻的石碑。同時在北方正處於一個黑暗時期，西班牙國王派來的新首領 Nuño Beltrán de Guzmán 是個徹底的流氓，他私自大規模的屠殺、虐待還有奴役原住民，他活活燒死地方首領，將數千名原住民出口到加勒比海島嶼換取馬匹。這是西班牙殖民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跟 Nuño 比起來， Hernán Cortés 的丘卢拉大屠殺、狗刑都變成了佛系殖民。薩貢在巡迴傳教4年以後回到了墨西哥城，但是他想要繼續跟納瓦人有密切的互動。還好在1536年，那個殘忍的惡徒首領終於被政府抓回西班牙，送來的新首領則跟薩貢還有修道士們在墨西哥城的 Tlatelolco 建立美洲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這是由西班牙國王資助的帝國學校，用來培育原住民貴族子弟學習歐洲文化。在學校裡，修士們教納瓦人西班牙語、拉丁語、詩歌、哲學，納瓦人也教修士們傳統的醫學、智慧、藝術、象形圖的解讀。這是歐洲與美洲兩邊的人文第一次交流相遇。薩貢也在這裡培育了很多納瓦學子，他們很多是阿茲提克帝國被征服的前幾年出生的，後來都變成薩貢的好隊友、好幫手。有一次嚴重的瘟疫，薩貢跟學生們埋葬了超過1萬具屍體，最後他自己也染上瘟疫，差點死掉。在薩貢大病初癒，瘟疫也終於平息的時候，他開始好奇，然後問他的學生們，你們瘟疫的時候使用了什麼藥草還是偏方啊？可能雖然死了很多人，但多少還是有一點效。然後最後薩貢問，那你們有向神祈禱嗎？學生說有啊。薩貢說，我是說向你們的神祈禱。學生就說有，我們向 Tezcatlipoca 祈禱。那你們記得禱詞嗎？那個老人記得。薩貢就去問那個老人，老人家就開始禱告，慈悲的主啊，你看我們的孩子死得多慘，你看我們的土地怎麼變成一片廢墟，幫幫我們啊。薩貢聽完了整個禱詞以後就說，真美，這些寓意還有這些音調，我會寫下來。此時是薩貢在墨西哥已經傳教了9年，才正式被點燃了這個好奇與探索之火。薩貢又說，
快再告訴我關於戰爭、饑荒的導詞，還有你們父母都怎麼教子女的，這個拿來傳教最好用了。接着薩棍也開始想知道你們是怎麼理解被西班牙征服這件事呢？他請老智者們認真的回想，而且保證說的是真心話。於是老人們說起了西班牙人來征服前發生的很多預兆，像是日食、彗星，有奇怪的鶴出現。他們也想起了1519年帝國隕落那一年，其實正好是羽蛇神每52年回歸一次的年份。當時從維拉克魯斯傳來消息，說海邊停了像山一樣大的船，載着白人，他們有金屬的武器，還有很大的狗，還有像鹿的很大的動物，他們會騎在上面。老人們一直講到最後 Tenochtitlan 城被攻陷為止。這一些記錄在事發18年後很幸運的被訴說並保存了下來。如果當初薩棍沒有開口問，沒有動手記下，那麼這麼大的一個歷史事件就只剩下征服者單方面的歷史記錄了。靈魂撕裂，表面宣稱研究惡魔，薩棍開始收集，而且對這些原住民資料越來越着迷，只想知道更多。於是他跟上級神父說：“拜託把我派去外地。”那時候薩棍已經快要60歲了。1558年，他帶了幾個弟子去 Tepeapuco， 他跟當地的首領說：“放心，我不是來燒你們書的，我想知道你們在想什麼，這樣可以讓我們的對話更順暢，好嗎？讓我知道你們是誰吧。”於是首領找回了10個老智者，帶着一堆書，說：“你問他們吧。”當時薩棍設計了一份問卷，請老智者們用他們習慣的語言跟方式記錄。薩棍問了關於古老的神、慶典儀式、人與自然的關係、太陽星星曆法系統、統治階級、商人、軍人的服飾、星象、醫學、夢之書等等，全部都用納瓦語記錄下來。這份最早的初稿現在保存在馬德里的皇家歷史學院。2年過去了，薩棍回到 Tlatelolco， 但是他決定我要繼續研究，讓這些記錄更完整、更豐富，而且我要證實他們說的是不是真的。於是他又把那些老人找過來首都，做了更多交叉比对跟記錄。這一次他用歐洲書的方式來寫，完成了12本書，裡面有許多薩棍用紅色墨水親自寫的注解。薩棍說這一套書會大大的幫助修士們了解原住民，看他們有多深厚的文化跟思想，才不是野蠻人呢。这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人呼籲這件事，但也直到近年原住民權利才開始被重視。當時薩棍也忍不住說：“你們這些歐洲修道士真該學學人家祭司的智慧跟想法，最好是親自來實習一下。”薩棍在記錄這些古老文化的同時，也寫了很多基督教的傳道書，或是受原住民歌謠啟發的基督教詩篇。薩棍靈魂的撕裂，滴出了漫天燦爛的繁星。但是他也常被其他修道士抱怨：“你到底在幹什麼？墨水都被用完了，還有火把蠟燭。”結果薩棍最後連紙都被沒收。當時薩棍在日記裡就寫：“都沒有人幫我，而且我的手顫抖得很嚴重。”他晚年深受帕金森氏症的困擾。薩棍當時是怎麼跟其他修士或是教會解釋自己在做什麼呢？這些極其美麗精緻的詩歌跟星象，和血腥殘酷的活人祭祀，全都扎實的存在這個古老卻即將消失的世界。薩棍當然需要宣稱這些是惡魔的誘惑，研究這些有助於傳教，但是他的筆觸對這些原始且噴發的生命力充滿了讚嘆、愛惜跟敬畏。他在字裡行間溢出的愛，是只有懂的人才看得出的告白。乾爹終於來了。1571年，西班牙派來了一個修士官員，他讀了一些薩棍的文件，非常驚嘆，說：“這實在太棒了，我來幫你，你需要多少錢？”於是薩棍才終於能請一些好的抄寫員，把這些用納瓦語記錄的幾千幅圖抄成副本，同時做了西語翻譯。這就是薩棍最重要的著作《Codice Florentino》。這一部著作是前西班牙納瓦文化的圖書館，包含了宗教曆法、神的起源、死後世界、教育、星象、貴族生活、食物、各行各業、身體意義、疾病、醫學、自然、
語言等等等，幾千頁一直記錄到西班牙征服結束。然而1578年，也是撒棍79歲的時候，因為有修士抱怨這些鬼東西會重燃偶像崇拜，於是當時教宗命令撒棍把所有的手稿都寄回梵蒂岡。撒棍偷留了一些，但是許多手稿就此深鎖在梵蒂岡秘密檔案。300年後，這些手稿重見天日的時候，裡面有記錄一些最初修士跟原住民相遇的有趣對話。修士說：“你們不認識真主，你們崇拜的是惡魔。”老智者說：“我們認識真神 Tezcatlipoca， 這些是我們父母教我們的，別告訴我們不認識真神。如果我們的神死了，你最好也讓我們死了吧。”1585年，撒棍86歲，眼花手抖，還在工作，修訂關於西班牙當初征服墨西哥的一些記錄。後來，撒棍因為教會內部的派系鬥爭，跟許多勞苦功高的修士一起被逐出教會，失去神職。接近90歲的時候，撒棍在工作了幾十年的 Tlatelolco 修道院裡面病倒，在1590年2月5號去世。雖然不知道他長眠的確切位置，但我們知道他的心還有他的思想在哪裡？以上就是這個男人30歲到90歲的生命軌跡。從邪教禁書變成人類學聖經。他的著作當時因為被視為異教禁書，被塵封在梵蒂岡秘密檔案館還有美第奇家族圖書館裡。直到他過世200年後，1793年，有一個學者在整理圖書館的時候，才發現這部手稿真正的價值。但等到正式學術出版，又是30年後，1829年 Códice Florentino 才在墨西哥首度印刷出版。還好，正是時候。1829年剛好撞上了人類學這門學科開始萌芽的大航海時代後續時期。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在從征服者視角轉向科學觀察視角。撒棍這套塵封300年的方法論，詳細的記錄，簡直像是古代穿越回來的現代教科書。他確立了田野調查的黃金準則。在19世紀前，多數人寫異國文化是靠聽說或是隨手筆記，但是撒棍早在16世紀就實踐了現代人類學的核心方法——語言先行。他堅持要研究一個民族，必須先精通他們的語言，這奠定後來人類學語言與文化不可分割的觀念。他的書中是納瓦語還有西班牙語並列，保留原汁原味的原住民心聲，這也讓後來的史家意識到，歷史不能只是由征服者書寫。問卷與訪談，他設計了結構化的問題，找來了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人來交叉比對資訊，主動徵詢而非被動觀察，是現代民俗學的雛形。他當時莫名其妙的堅持，現在變成全人類的遺產。我覺得這是最異質的世界遺產，因為像是金字塔、泰姬瑪哈陵，我覺得那算是一個有限的時代、有限的價值觀留下的一個現在看起來甚至會有點尷尬的奇觀。但是撒棍當初默默堅持60年做這件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在為世界留遺產的心情。我覺得他當時可能有一種無論如何必須做的直覺，雖然他自己真的可能說不清楚，或是表面上看起來多麼的荒謬，但我相信他可能在心裡每天都會忍不住跟上帝分享，或是驚嘆他的新發現，讚美上帝，甚至質問上帝。我也相信他在某個時刻就漸漸感到十分清晰，無論這是什麼，這就是他的天命。撒棍不一定是唯一一個能做這件事的人，但他是唯一一個在當時感受到這樣強大的力量，而且堅定要執行這件事的人。那麼他就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像那一些更有名的哥倫布、殖民首腦 Hernán Cortés， 很明顯的，沒有他們，人類史上仍會有下一個去幫他們完成這些事情的人。但是撒棍幾乎是逆向操作，他在那個強勢文化瘋狂的擴張劣勢的時代，試圖保留那些看似失敗、毫無進步用處的東西。我們每個人在這世界都有一個特定的位置，世界的浪潮一直都很大，但是最莫名的反抗，也許就是我們最常問自己到底在幹什麼的事情。也許它的意義比我們想象的大很多，給自己多一些時間吧，或多相信自己一點。無論你想做的事是大或是小，
當初傻棍也不是獨立一個人完成這一切的，他應該每天都有好心幫他做便當的原住民阿嬤，或是雖然愛碎念，但是還是幫他留一盞燈的同事，或是幫他扳指，在他休息時唱歌給他聽，或是無聲的支持他，給他笑容的人們。他們可能不清楚傻棍到底在做什麼，就跟傻棍本人一樣，但也許他們心中又是如此確定，以至於所有解釋都是多餘。現在相信你也跟我一樣忘不掉這一位執着的傻子吧。謝謝你跟我一起探索，我的每一集選題都是慢慢的從我心中浮起，慢慢燒得最紅最旺，然後透過萃取第一手的考古資訊，加上我個人一點一點從骨髓裡挖出來的感動，呈現分享給您。這些影片很難用關鍵字搜尋得到，所以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繼續探索這些深邃甚至有時候有點令人害怕的主題，請記得訂閱，相信我，我們都会一起看到光的。如果有想說的話，我會非常開心看到你的留言。如果害羞也沒關係啦，會感覺得到的。彩蛋時間，修道院裡有保存一些傻棍年輕時候寫的悔過書，包括他偷吃東西，或是他生病所以偷睡軟墊睡了1個禮拜。當時可能平常他們是要睡硬床的，其實他一點也沒變，是吧？下次見咯。